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每天像陀螺一样忙个不停，回别人的讯息，赶工作的进度，应付家庭的琐事，一天结束后躺在床上，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些什么。当遇到突发状况或者人生的重大抉择时，我们往往第一时间是焦虑、恐慌，然后盲目的采取行动，结果却常常把事情弄得更糟。其实这一切的痛苦和迷茫都来自于我们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丧失了一种最核心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能帮你看清局势，还能让你在关键时刻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彻底扭转你的人生轨迹。今天我想和大家深入聊聊一个古老但却能完美解决现代人焦虑的智慧。这个智慧隐藏在《易经》的第20卦里面，叫做封地观。我们今天不谈玄学，不讲算命，我们来谈谈这部被誉为群经之首的经典，到底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多么震撼的破局启发。观卦的核心主题，我把它定义为暂停的力量，看清全局才能主宰命运。请你静下心来，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我保证你对待生活、事业和人际关系的视角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让我们先来看看观卦的卦辞。观，贯而不见，有福庸若。这短短的几个字描绘了一个非常神圣且充满力量的场景。在古代的祭祀典礼中，冠指的是祭祀前洗手的仪式，而见指的是献上祭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整个祭祀的过程中，最庄严、最让人心生敬畏的时刻，不是你把牛羊祭品摆上神桌的那一瞬间，而是你洗净双手，内心充满诚意，准备开始祭祀，但还没有摆上祭品的那一刻。那个瞬间，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高度集中，内心充满了虔诚与敬畏。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在采取任何实质的行动之前，那种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观察与准备状态，才是最具备精神力量的。放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这就是一种暂停的艺术。当你遇到危机、面临抉择，或者情绪快要失控的时候，不要急着去静，不要急着去做出反应，说出伤人的话，或做出冲动的决定。你要做的是观，是先洗净自己内心的杂念，退后一步，保持一种庄严而冷静的态度去审视整个局面。当你能够做到不急着出手，而是用无比真诚和专注的心去观察时，你本身就会散发出一种让人信服和敬畏的气场。事情的解决方案往往就会在这个平静的观察中自然浮现。接下来我们看看《易经大象传》是怎么形容这个卦象的。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官民社教。风吹拂在广阔的大地之上，这就是观的意象。风是无孔不入的，它掠过高山，穿过峡谷，抚摸过每一寸土地，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隐藏。古代的圣明君王就是观察到了风行地上的现象，懂得了要亲自去巡视四方，深入了解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风俗民情来设立相应的教育和管理制度。这是一种多么宏大又细腻的视角。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观察不能只是坐在冷气房里看报表听汇报，而是要像风一样接地气，去感知最真实的细节。无论你是公司的老板、团队的主管，还是一家之主，当你发现制度推行不下去，或者家人之间沟通出现障碍时，请你先停下指责，学学风行地上，把你的姿态降下来，去真正观察他们碰到了什么困难，去体会他们的感受。只有基于真实观察而做出的决策和引导，才能真正深入人心。这就是官民社教的现代意义。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观？易经透过观卦的6个爻，把我们人生的观察视角分成了6个层次，这简直就是一部人类认知升级的阶梯指南。你可以边听边对照一下自己现在正处于哪一个层级。最底层的起点是初6爻，潼关，小人无咎，君子令。
这叫做孩童般的观察。什么是童观？就是看事情只看表面，只凭自己的直觉和喜好去判断，目光短浅。就像小孩子看电视剧，只会问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世界非黑即白。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重大的责任，那么你用这种肤浅的眼光看世界，顶多就是随波逐流，对别人也没有太大危害。但如果你是一个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人，或者是团队的领导者，你还在用这种宏观来做决定，看到网络上的一篇带风向的文章就跟着愤怒，看到别人赚钱就盲目跟风投资，完全不去深究背后的逻辑和真相，那你一定会栽大跟头，面临羞辱和困境。面对这种情况，给你的建议是，永远对自己接收到的第一手资讯保持怀疑。当你想对一件事发表强烈意见时，先强迫自己停下来，问3个问题：这是事实还是观点？我有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对方的动机是什么？戒除童观是你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往上走一步，来到了62爻，魁观，立女贞。魁就是从门缝里往外看，这比童观稍微好一点。你开始试图去了解门外的世界了，但是你的视野被那道门缝给死死限制住了，你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个局部，这叫做管中窥豹。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下，这被认为是符合传统女性待在深柜中只关注家庭内部事务的常态。但在现代社会，这指的是那些视野狭窄，只关心眼前1亩3分地的人。比如说，一个城市设计师只关心自己的城市码写得好不好，却完全不关心这项产品在市场上到底有没有人要用。或者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整天热衷于小圈子的八卦和斗争，却看不到整个行业正在被人工智慧所颠覆。这就是典型的魁观。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了这种状态，解决的做法是主动打破你的信息茧房，去跨界交流，去读那些你不熟悉的领域的书籍，去和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聊天，把你面前的那扇门彻底推开，不要再从门缝里看世界，你才会发现人生有无限的可能。当你推开门，视野开阔之后，你会面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就是63爻，观我生，进退。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境界。观我生就是把向外看的目光收回来，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结果。我们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看别人，羡慕别人的豪车豪宅，嫉妒别人的升职加薪，却很少静下心来看看自己。当你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比如30岁、40岁的年纪，你面临着转职、创业或是婚姻的抉择时，不要去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你要做的是观我生。回顾你过去这几十年的生命，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的致命缺点在哪里？你每次失败是因为什么性格缺陷？你内心真正渴望的价值是什么？只有当你彻底看清了自己，你才能决定下一步到底是该勇敢前进，还是该暂时退让沉淀。面对这种情况的具体做法是，每隔一段时间给自己安排一次独处的闭关，不用太长，哪怕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关掉手机，拿出一张纸，写下你过去1年的得与失，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脆弱和恐惧。能看清自己并随之调整进退的人，才是真正掌握了人生主动权的高手。当你彻底了解了自己，并决定大步向前时，你就来到了64爻，观国之光，利用兵于王。这是一种格局极大的宏观视角，你不再只看自己，也不再只看眼前的小圈子，你开始能够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大趋势的光芒。这种光芒就是时代的红利，是社会发展的脉络。你看懂了这个大趋势，你就不会去逆水行舟。你会发现，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往往不是最聪明、最努力的，而是最懂得上车的人。他们看到了国之光，然后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平台，把自己的才华贡献出去，成为这个平台上备受尊重的贵宾和合作伙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找工作、做生意的时候，要懂得去观察哪个行业正在崛起，哪家公司具有未来的潜力，哪位领导者值得你追随。
当你确认了这是一道值得追随的光，你就用你之前观我生所积累的实力去成为他们的座上宾，互相成就。建议的做法是培养你的宏观思维，每天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国际局势、经济走向和科技前沿，不要只低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选对了赛道，你的努力才会被无限放大。随着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你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领导者、一个父母，或者一个在某个领域有影响力的人。这时你来到了95爻，观我生，君子无咎。请注意，这里又出现了观我生，和第3爻的字面完全一样，但境界已经截然不同。第3爻的观我生是看自己个人的进退，而第5爻位居尊位，这里的观我生是看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你的所作所为给天下人、给你的团队、给你的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责任感和自我反省能力。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当公司业绩下滑、员工士气低落时，你不要去怪大环境，不要去骂员工不努力，你要观我生，是不是我的战略方向定错了？是不是我的管理方式太过严苛？如果你是一个家长，当孩子叛逆、成绩一落千丈时，你不要去打骂孩子，你要观我生，是不是我平时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是不是我自己就没有做好榜样？一个真正的君子，一个有担当的人，永远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当你能够做到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对周遭世界的影响，并及时修正，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君子无咎。遇到问题时，请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抱怨转变成我做了什么导致他们这样的觉察，这会让你赢得真正的尊重和追随。最后，我们登上了观卦的最高境界，上9爻，观其生，君子无咎。当你走到了人生的巅峰，或者进入了生命的成熟期，你的视角将超越自我的局限。这里的其指的是天下万物，是自然规律，是大千世界。你不再执着于个人的得失，也不再纠结于自己的影响力，而是以一种超然豁达的态度去观察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去体会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你看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你看到了王朝的兴衰交替，你明白了一切皆有定数，但也处处充满生机。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往往是那些历经沧桑后依然热爱生活的智者。他们不会强求任何事情，而是顺应自然，用自己的智慧去点拨世人，但又不带任何强迫的意图。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一种关照。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很难完全达到这种超凡入圣的境界，但这给了我们一个心灵的避风港。当你遭遇了人生中无法挽回的重大挫折，当你面对生老病死的无奈时，试着拔高你的视角，把这一切放到宇宙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其生。你会发现，眼前的痛苦只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接受无常，顺应天道，你就能够放下执念，获得内心真正的宁静与自由。总结来说，从易经封地观卦的这6个层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心智成熟的完整路径，从看表面、看局部，到开始看自己，然后格局放大去看时代趋势，再回到更高的层次去审视自己的影响力，最终达到顺应天道，看透世间万物运作规律的超然境界。这不仅仅是古代哲学，这根本就是一套为现代焦虑社会量身打造的认知升级系统。遇到突发状况，记住卦辞说的观而不见，先按下暂停键，用庄严冷静的心态去观察，而不是急着瞎忙。遇到沟通障碍，记住大象传说的风行地上，把姿态放低，去体察别人最真实的痛点。人生就是一场不断扩大视野的修行，你现在用什么样的视角看世界，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命运。不要让自己的心智永远停留在宏观和窥观的狭隘里，勇敢地去观察自己，观察时代，观察万物的规律吧。听完这6个层次的分析，
你觉得自己目前的人生状态最符合这6种管理的哪一种呢？是正在迷茫中反思自己的观我生，还是正在努力寻找时代机会的观国之光，又或者是还卡在某个局部的视角里出不来？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你在生活中遇到的观察与抉择的难题。我会仔细阅读每一则留言，我们一起在评论区交流探讨，一起练习这种强大的暂停与观察的力量。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务必按赞，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正处于迷茫或焦虑中的朋友，让他们也能从古老的智慧中找到破局的方法。我们下次见。